从偶像到影帝，德贤景致。肖战饰演4岁娃爹引爆热议，父爱独白看哭亿万人。最近，一部名为《德贤景致》的电影还没正式上映，就已经在社交平台掀起滔天巨浪。主角肖战饰演一位名叫莫德贤的南京流亡工匠，身边带着一个年仅4岁的儿子莫等闲，名字取自岳飞《满江红》中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既有诗意，也暗含抗争的火种。故事发生在虚构的深山小镇歌止镇，英文名 Jazzy Town， 寓意止歌为舞。本是避世桃源，却因日军入侵彻底破碎。为了保护怀里那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原本只想苟且偷生的莫德贤，最终拿起了武器，从一个平凡工匠蜕变为奋起反抗的战士。那句"我怕这双手护不住怀里的孩子，若我不在了，希望他记得我爱他"的独白，像一把钝刀缓缓割进人心。无数观众直言没忍住，直接泪崩。这不是肖战第一次演戏，但绝对是他最具突破性的一次。过去人们习惯了他在荧幕上的俊朗偶像形象，而这次他彻底甩掉光环，以黝黑皮肤、满脸油污的糙汉造型登场。怀抱孩子时手臂紧绷，拖住后颈的动作被网友称为父爱感拉满。他全程使用南京老城南口音，从低沉哽咽到嘶吼爆发，情绪层层递进，连医学从业者都认证其呼吸颤抖，符合创伤应激的真实生理反应。片场花絮里，他和小演员互动自然，孩子一句加爹爹好友让整个剧组动容。这种戏里戏外的双重真实，让角色立得住，走得进人心。影片没有走传统战争片的大场面路线，而是聚焦小人物的挣扎与觉醒。莫德贤不是英雄，他也会怕，会躲。但当敌人逼近，他选择把工匠工具改造成武器，用辣椒粉制造烟雾，带着村民智斗日军。这种为家而战的朴素信念，反而最能打动普通人。家长观众尤其共鸣，怕孩子不能平安长大这句话，戳中了天下父母最柔软的神经，亲子观影需求因此激增。预告片上线6小时预售破500万，13小时逼近1600万，最终29天内冲破2000万大关。片方顺势推出双人护盾场，赠送象征守护的指盾周边，把情感营销做到极致。当然也有争议，网传拍摄时气温低至-18摄氏度，肖战冻伤仍坚持，颤抖被指是生理反应而非表演，虽未证实，但足见其投入。也有观众担心17秒高浓度情绪能否在正片中延续，但业内普遍认为这是肖战彻底褪去流量标签的关键一步。导演孔生评价他在克制与爆发间凿出人性弧光，影评人更称这是脱离偶像身份的核心竞争力证明。影片定档12月6日，恰逢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莫德贤作为南京幸存者的设定，让故事不只是虚构，更是一次对历史的深情回望。目前，德贤景致已确认登陆加拿大 Cineplex 院线，北美市场也在同步推进。海外观众将通过这部作品看到中国演员的表演深度与东方家庭的情感力量。战争场景并无血腥渲染，主题重在守护而非仇恨，适合未成年观众观看。从一场父与子的逃亡到一群人的抗争，这部电影用最朴素的情感讲了一个最深刻的故事。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天生无畏，而是因为有想保护的人才选择了无畏。肖战用这部作品告诉所有人，流量会褪色，但真诚和演技终将被时代记住。好，今天我们继续要聊德贤景致啊。德贤景致如果上映之后，很多人会觉得泪目，这是它不是一个宏大的战争全景的角度，当然也没有手撕鬼子的神剧套路，它只是用一群小人物的微光照见了中华民族最坚韧的脊梁。影片将镜头对准了其实是一个1943年止戈镇的平民群像，主角莫德贤是一个逃难的钳工，他是一个从南京逃难来的钳工。原本他是想在乱世当中苟活，在家人被毁时，他用工匠的智慧带领村民反抗，榫卯去制作成机关，辣椒粉来当武器，用最土的办法去对抗枪炮。这种平民抗战的叙事角度，让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数字，每个攥紧拳头时的温度被记录了下来。我觉得肖战饰演的莫德贤是一群凡人英雄的缩影，
就是预告片发布之后，很多人在讲自己长辈的故事，他们当初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家人，如何生活下来的。你会发现莫德贤他们都是莫德贤，所以你会发现肖战的演绎这么黑，我真的有点认不出来了，完全没有一个偶像的样子，那个头发，那个布衣，你包括他奔跑时候那种踉踉跄跄狼狈的感觉，他的眼神里都是求生者的恐惧和挣扎。但是让我特别震撼的是那一滴眼泪，面对敌人逼近的时候，他眼眶那么红，在炮火映之下颤抖，不是悲愤啊，不是悲愤，一个普通人在绝境当中能迸发出怎样的决绝，这一滴泪啊，你看到了，这一滴泪流出的小人物从畏缩到觉醒的弧光，他不是那种冲什么那种，更加的有力量，特别好。肖战用生理性的演技赋予了角色的灵魂，你就相信这人就是莫德贤，他的手指，他的嘴唇，他的皮肤，包括那句台词，我们杀了他们，我们的家人能活，没有慷慨激昂，只有沉甸甸的真实。而且潜台词是什么？我们杀了他们，也许我们活不了了，而且很大概率是活不了了。但正因为千千万万个莫德贤选择站出来，用血肉之躯组成了防线，让活着成为可能，让更多的人活了下来。凡人攥紧的拳头当然也许挡不住炮火，辣椒粉能顶什么用？但无数微光汇聚，就是民族不灭的希望。德贤锦之这个片名源自古代工匠务乐功名的传统，莫德贤在武器上刻下德贤锦之4个字，是匠人的承诺，更是乱世平凡人对家园的誓约。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感受这部作品，看肖战如何用一滴泪烙下时代的力量，靠小人物如何凿穿历史的黑暗。肖战这次很拼啊，据说60天就磨破了好几双手套，几十斤辣椒呛到眼睛红肿，减重了15斤，瘦成了一个难民的样子。电影德贤锦志未映先报，今天用一条视频告诉你这部肖战的新电影到底藏着多少惊喜。你大概率是应该看过《琅琊榜》，看过《士兵突击》的啊，这种阳光在电视剧领域可以说是质量的保证了。但是这部德贤锦志竟然是他们第一次拍电影孔生导演，再加上蓝小龙编剧，再加上侯洪亮制片士兵突击的黄金铁三角再次联手，一出手就炸翻了预售榜。更绝的是肖战这次的突破非常你看他栗子头、粗布衣、满手老茧这跟他在舞台上的那种光鲜亮丽，还有在古装戏里的儒雅妆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部电影是以鄂西会战为历史背景聚焦了著名的石牌保卫战。他讲述了就是肖战饰演的那个机械厂的前工叫莫德贤他拖家带口躲进了宜昌深山的一个叫做歌止镇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跟彭昱畅饰演的防空炮长萧衍，就这些人吧，在这个地方落了脚。本来他们就想偏安一隅，但是小鬼子突然闯了进来，打破了小镇的宁静。手无寸铁的村民这个时候就面临生死危机了。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方言。肖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据说是在湖北山区待了很长时间跟着老匠人学这个锉刀电焊把这个手掌都磨出了茧，磨出了水泡。据说这方言说的比本地人还地道你们就说这份敬业精神该不该得到支持吧。跟大家说几个细节如果你是一个路人，看完之后你可能都会被圈粉拍摄现场的肖战是全程不用替身的烟雾非常呛人，但是他还是嘶吼着冲锋，这眼睛都红肿到看不清镜头了，但是还在坚持。而且为了还原战乱中的萧树身形，他是硬生生减重了15斤。而且在拍摄爆炸戏份的时候，他就亲自扛着那个道具爆炸点，铁屑把那个手套都烫穿了，但是也没喊停。而他这次饰演的莫德贤也很戳人虽然说这个角色平时很胆小，但是呢一拿工具就自带光芒。他也从一个只想带着老婆孩子逃难的普通人，成长为了一个能喊出胆大的上去拼，家人才能活的抗日领袖。这个成长弧光就很有泪点。而且还有彭昱畅饰演的防空炮长，两个小人物并肩作战，这个就是乱世里的兄弟情。重点来了片名德贤锦志4个字，90%的人第一次都看不懂，什么意思德贤是主角的名字，锦志呢就是严谨制造的意思。肖战饰演的那个莫德贤不是位工匠吗？他的业务能力很强，而且工匠呢有一个源于古代的传统，叫做务乐功名，就是说工匠呢会在自己制作的这个器物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以示对作品的负责。电影里边有一段，就是这个莫德贤在他自制的武器上刻名字的这一段，就是呼应了这个传统。德贤这2个字其实在乱世当中是一个非常难实现的奢望。这个名字呢也暗喻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而锦志呢代表了匠人的职业操守，也象征着严肃认真全力以赴的精神。合起来什么意思？乱世无德贤，匠心有锦志。普通人拿起锄头就是战士
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抗战体现。而且这也不是一部普通的战争片啊，主要讲的就是草根制动啊，用榫卯结构做成机关，用锄头改成武器，把辣椒粉当成烟雾弹等等吧。他没有讲将军，没有讲伟人，拍的就是那些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因为抗战从来也不是少数人的战斗，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成为英雄。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大概率会成为今年的年末的票房黑马啊，预售票房现在好像快2000万了吧？你们觉得肖战这次的颠覆成功吗？如果你觉得成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成功2个字。期待12月6号上映的，可以留下期待2个字，也可以留下4个字，期待成功。我觉得肖战还是一直在用实力证明他是一位演员，而且还是一位好演员。12月6号为平民英雄致敬，得闲尽致。